我拉着剧毒蓝环章鱼故意翻车，看着来哄抢的村民。我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，只因在10年前，我爸驾驶的大货车被满路的钉子扎破车胎，导致车毁人亡，满载的羊羔被附近村民一抢而空。这不是意外，钉子是附近村民故意放的，目的是让货车侧翻，好借机抢车上的肥羊。我妈想起诉他们，可村民们撒泼打滚不讲理，警察也束手无策，案子只能不了了之。一晃10年，时光转瞬即逝。我开着一辆大货车再次路过当年的村子，不过这次我车上看似装的是普通的章鱼，实则是剧毒无比的蓝环章鱼。我故意将车停在离村几公里处休息，下一秒，一个老头就兴奋地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拉着一车东西要去哪里呀？去京城给那里的高档酒店送章鱼刺身。老头顿时笑了起来。这个老头我在10年前给我爸收尸时见过，当时要不是他拦在半路，故意将我爸引进村，我爸根本不会出事。前面高速封路了，我带你走国道抄近路，我家就住在前面，你顺路捎我一道。又一个冤种送上门了，这套流程他门清。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他干了20年，在他手里家破人亡的司机数不胜数，但他却不知道这次我早有准备。来之前，我就和其他受害者家属商量好了对策，甚至又喊了一辆大货车。等我进村后，就拉着一车酒紧随其后。老头偷偷拿出手机发送了消息，让别人准备好劫道。小伙子，你拉的这章鱼是什么品种？身上还有蓝色的圈圈，咱怎么没见过？这可是进口品种，专供京城大酒店做章鱼刺身，咱们这种老百姓哪里吃得起？怪不得这城里人长得都白净，没成想这章鱼都生吃。老头脑中满是货车翻倒后货物要怎么销赃的画面，激动的嘴角都压不住，但他却完全没注意到货车上被油漆喷涂的几个大字，上面写着危险产品禁止食用。货车很快开入村子，就在这时，老头突然捂住肚子，不停哀嚎起来。我肚子有点疼，你放我下去上个厕所，我待会儿自己跑回去。老头早就让村民在村中布下了陷阱，此时央求下车，不过是怕翻车殃及到自己，但我却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，马上就到村子大队了。到那儿，我给你撂下。我将车速提高，老头顿时被吓得慌了神。我要是拉在车上，可老臭了。没事儿，我们开大车的什么没经历过？你座位底下有临时马桶。给我停车！你开过来，快让我下车！老头越发急躁，拿起车上的锤子朝着车窗玻璃猛砸，但即便使出全力，也没有对玻璃产生一点伤害。这玻璃怎么会砸不碎？这是定制的防弹玻璃，我刚买的，你别再给我砸坏了。求求你了，快停车放我下去吧！我才89岁，还没有活够啊！为什么停车？大爷你放心，我车技可好了。我让人在前面动了手脚，到时候侧翻咱们都得死。突然，车子撞到了村民堆积的土坡，压到了准备好的钉子上，顿时车子便开始不受控制地向左侧倾斜，径直撞向了一旁的商铺。霎时，我感觉自己五脏六腑都被撞得移了位置，好在提前穿了防撞缓冲背心。我扭头看去，原本坐在副驾的老头因为惯性直接撞到前挡风玻璃上，浑身满是伤痕。老头拿着自己的手机，但却不敢报警，因为他必须要销毁掉手机里的通风报信的证据，但他却因为脑震荡头昏眼花，看不清手机删除键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我借机上前一把打掉他手里的手机，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删掉？突然，我的耳边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村民每人抱着一个竹篓开始疯抢在地上爬行的章鱼。见状，我当即朝他们大喊道：快救救我们，帮我们报警！一个大娘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：凭什么帮你报警？我家老头子都说了，这章鱼可是上等人吃的可鲜了，这回我得拿回家好好尝尝。大妈，你们快帮忙报警！我们这老婆子哪会用手机呀？你自己往外爬吧，咱们也能吃一次上等人的东西了。咱们这次可发财了，卖给魔都人，又能盖小洋楼了。这群人根本不在乎我们外乡人的生死，但他却不知道，压在货车上可不止我，还有他的老伴。突然，村口竟再次驶来一辆大货车，同样压到了村口的铁钉上，发生了侧翻，将白酒散落一地。村民们见状，当即拿起背篓，再次蜂拥而上。我赶忙从车子里钻了出来，慌张道：不能吃，这是蓝环章鱼，有剧毒，你们快还给我！我立马上前，想要夺下竹篓中的章鱼，但却被大爷一把推倒在地。你还敢抢？信不信我躺下来讹你？谁说这章鱼有毒啊？这章鱼看着可太棒了，怪不得城里人都喜欢吃。大爷，你们千万不要吃，更不要喝酒，这蓝环章鱼本身就有剧毒，再加上酒精，神仙都难移。大爷冷哼一声，不信邪的将章鱼和白酒拿在手里。至于这么诅咒我吗？还骗我有毒，我这就吃给你看。话落，大爷毫不犹豫地将章鱼塞进嘴里，随后灌了一口白酒。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还敢骗人！瞬间，大爷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，全场人顿时被吓得将手中东西扔在地上。下一秒，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大娘，慌忙扑倒大爷，塞进他嘴里一颗药丸。老头子出门又忘吃药了，非得抽起来才老实。大爷脸色慢慢恢复，从地上爬起。谁说这鱼有毒啊？这鱼可太棒了，给我掀翻了！我就说这鱼不可能有毒，这我得给我家老头子拿回家里下酒。我没有继续劝，刚才撞击导致我头晕目眩，让我在不知不觉间昏迷了过去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看李哥的了。李哥父母双亡，靠着舅舅的接济长到18岁，但就在3年前，他舅舅开车来到樊家村，翻了车，满车货物被抢个精光，舅舅也成了植物人。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成为副村长的这2年，我一直在给樊家村建路灯，在每一个路灯上都装满监控，为的就是收集证据，将你们这群狗东西绳之以法。李哥看着监控中哄抢货物的村民们，将他们贪婪的嘴脸记录下来，并出于能全身而退，通过广播提醒道：请村民们遵纪守法。村民们被贪婪蒙蔽了，根本不会听他的。王大娘抱着满载的竹篓，哼着小曲回到家，看着紧闭的大门，下意识喊了声：老头子开门。门内陷入片刻寂静，没有人回答。这老头子死哪儿去了？不就是给大货车引路吗？咋还没回来？
该不会又上谁家打扑克去了吧？王大娘将竹篓中的蓝环章鱼扔进水缸里。这些高级货吃一半卖一半，到时候挣的钱就能翻盖小洋楼了。樊家村地处偏僻，很少能见到鱼，更别说章鱼了。晚上王大娘做饭的时候宰了2条章鱼，但杀完章鱼，她却发现手指头破了皮，已经隐隐有淤血渗出。这海货就是咸，刚刚趁我不注意，居然偷袭了。王大娘做了一下手指。大娘看着锅中不停烹煮的章鱼，这东西这么贵，晚上可得让我孙子多吃点儿，要好好补补。晚餐被搬上桌的时候，大娘儿子看着一桌鲜美的炖章鱼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。下一秒，他突然眉头紧皱，说道：“妈，你用的什么鱼啊？这么咸！”俺哪里知道，今天又有个大货车翻了，这些都是你爸的战利品，咋样？好吃不？大娘的儿子是上过大学的，主学动物专业。他疑惑地走到厨房的水缸里一看，顿时背后一凉。妈，这可是蓝环章鱼，没想到你还会处理这个。哪有那么费劲？我给这鱼宰了，就直接扔里面炖了。闻声，大娘儿子被吓得瘫软在地上。妈，这章鱼处理不好，有剧毒，快送我去医院。大娘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，赶忙冲了出去。樊冲啊，你在家吗？我家儿子吃了那鱼中毒了，你快开车送我儿子去省城看一下。大娘走进门，怎料樊冲餐桌上赫然摆放着一只肥美的章鱼。大娘此时才注意到，樊冲不止面色苍白，甚至嘴唇都被毒肿了。完了完了，就是这个鱼，全村人会不会都吃了这毒鱼？快打120吗？我们全村误食了毒章鱼，你们快来救命啊！救护车不会来得太快，因为他们为了将大货车洗劫一空，早就在来的路上放上了碎石和树枝，耽误警车和120进村的速度。现在回旋镖扎在了他们身上，还真是报应。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，不然我可怎么活？大娘的哭声响彻整个村子，但由于他们家平时的跋扈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。这一夜，樊家村彻夜未眠，充满了呕吐声和尖叫声。警车、救护车来了10几辆，而我醒来后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。你受的是轻伤，但坐你副驾驶的老大爷就惨了，他脑袋颅内出血，半路上就咽气了。闻言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群村民可是遭罪了，轻则意识不清醒，浑身抽搐，重则器官衰竭，被送去了重症监护室。还有好几个直接就嘎了。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了，现在各大部门都在对这件事进行关键性调查。很快，各种记者媒体就嗅到了头条的味道，不约而同来到樊家村，将长枪短炮对准了各位村干部。现在得快点找人去销毁大货车侧翻的证据，还得找人应付这群狗仔。村长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对策。就在这时，村子里却突然燃起熊熊火光，不知被谁放了一把大火。村民们本就虚弱，再加上一场大火，更是受伤无数。这是哪位天使给我出的这口气啊？把章鱼加上白酒一起烧了，撒旦都想不出这主意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突然，医院大门被人推开，一位警察走到我的面前。你好，我们要对你例行口供。你们问吧，我肯定配合你们。我们调查到你原本不该走这条路线，为什么事发时突然转换路线？是不是有意为之？副驾驶那位大爷说高速被封了，让我走这边更快，还要让我顺路送他回家。对了，你们找到我的手机了吗？我这人喜欢记录生活，所以大爷上车后，我就打开了手机的录像功能，事发经过都在里面。手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外壳轻微破损，进了些水，我们技术部门正在对里面的数据进行恢复。那就好，可不能冤枉了我。我们会进行调查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嫌疑人。你们找到那位大爷的手机了吗？我才想到，这个大爷自从上车就一直在捣鼓手机，像是给谁在通风报信。我们的人刚打电话过来，说在大爷的手机里找到大爷出事后没来得及删除的信息，信息里包括他向别人透露你的车牌，你的车会在什么时间路过樊家村，嘱咐别人撒钉子掏洞在那个路段，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意外，而是一场蓄意的车祸。技术部门现在对大爷的手机数据进行全面恢复，估计还会有更多的证据。下一秒，警官的电话响了起来。通过技术复原，这已经不是大爷第一次作案了。大爷不但是团伙作案，而且还是多次作案，被他们害死的大货车司机不计其数，参与案件的嫌疑人数量巨大。没想到这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团伙作案。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，所以我故作害怕地问了一句：所以我要为大爷的死负责任吗？只要可以确定大爷是车祸的主谋，你是无罪的，甚至还可以起诉他蓄意谋杀。不过现在很多村民吃了章鱼中毒，你作为运输者有监管不当的责任，这部分的责任还需要慢慢划分，赔偿款的数额可能会很庞大。我都说了好几次不要拿，但他们非要拿去吃，算我倒霉，穷乡恶壤出刁民。这句话果然没有错。你都昏迷了，竟然还记得自己劝阻过。在我昏迷前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们千万不要吃这章鱼，处理不当有剧毒，但他们非不听。我记得事发路段有监控，应该能证明这一点。我们已经调出了昨晚的监控，但监控不带语音功能，只能看到村民们哄抢章鱼喝酒，他们扔掉你的手机，阻止你报警。民警无奈叹口气，他们只能先离开，但没等我休息，知道我苏醒消息的樊家村村民立刻冲进了我的病房前，恶意地打砸房门。你这个谋财害命的凶手，我要让你给我家老头子偿命！我儿子吃了你车上的鱼，现在器官衰竭，你要给我儿子一个肾！别以为你躲在里面不出声就行了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听着这些话。我轻笑一声，你们随便骂，更大的还在后面呢。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樊家村村民蓄意谋杀引起车祸，年年哄抢货物，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随着舆论的发酵，更多翻车的大货车司机以及受害者家属都站了出来寻求公道。樊家村草菅人命，他们为了强抢货物，故意放钉子，致使我儿子的大货车翻车，当场死亡。这群人就是把生命当儿戏，吃受害者的人血馒头。他们这群人是社会的蛀虫，我要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战地记者为您传来最新消息，由于受害者众多，樊家村村民将被提起公诉，
全部被依法捉拿进入警察局。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天了，樊家村村民全部被收录进拘留所，但只有一个例外，那便是樊家村副村长李青。据悉，他是外来人员，并且从未参与这些案件。每次案发时，他通过摄像头拍下了他们的罪证，属于举报立功者。我看着手机中的新闻，笑容止不住的上扬。但就在我以为我已经被摘除嫌疑的时候，警方竟再次找上我。但这一次将我带去了警察局的审讯室。有人看到你跟几位受害者家属见面，我们有理由怀疑此次案件是你们共同策划。我下面提出的几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首先，你是否认识李青？我认识，我和另一位受害者家属是朋友，我们一起去的时候，这位李先生恰巧也在。你在撒谎。我们调查到，几年前你的父亲也是死在车祸中，也是死在樊家村，所以我大胆猜测，你这次翻车不是意外，而是几人谋划的复仇。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吧？想要通过情绪击破我的心理防线，想得美！你也说了只是猜测，警官，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观点，凭你刚才的一番话，我是可以告你诽谤的。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我想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我早就知道任何事情都会有迹可查，所以该做什么表情，该怎么回应，我已经在心中演了千百遍了，争取到了毫无破绽。现在所有证据都对你有利，都在证明这起案件和你无关。可是换好的车窗玻璃和你提前穿好的防撞背心，半年前村里突然装上了监控，当众多的巧合都凑到一起，那便是有意为之。那你随便查，真查出什么坐牢我也认。我只知道我爸死后，我妈日日以泪洗面，我也天天做噩梦，彻夜难眠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自从出了这件事后，噩梦也不做了，也能睡着了。以后到了地下，我也算是有脸见我爸了。你要为你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还在逍遥法外？你见过那些刁民丑恶的嘴脸吗？你听过最撕心裂肺的哭声吗？你懂那种看着父亲死亡的无力感吗？他们死了，我谢谢老天爷。你要是真查出什么，我也无话可说。警察皱了皱眉头，低下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扭头离开了审讯室。我练习了这么多年，但是真到了审讯的时候，还是因为情绪波动太大，险些暴露了。2个月后，这起牵扯深广的案件落下帷幕。现在本院开始进行2审宣判。经审理查明，原法院认定证明李青对王某死亡以及村民中毒事件无直接责任。事实清楚，2审期间，证人李某等20名货车司机出庭作证，提交行车记录仪影像、货物损失清单等证据，证实樊家村村民长期在村口路段撒布铁钉、挖坑陷阱、哄抢，其行为已构成聚众哄抢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故意杀人罪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分别判主谋王某等人有期徒刑15年，樊某等13人有期徒刑12年，其余众人有期徒刑7年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听到宣判结果的那一刻，我跟李青的心终于稳定了下来。事情了然以后，李青准备去别的地方工作了。李哥突然问：“你以后想干嘛？如果想继续开火车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拦路了。”以后我当然要开，我倒要看看这寂静的樊家村还有没有见不得光的事儿，也让后来的司机兄弟们知道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在阴暗的角落也会有出阳光。樊家村的一切罪恶都被连根拔除，但就像我说的那样，这个城市会有一些人趁黑出动，试图扰乱这个城市，将所有人笼罩在黑暗之下。但我愿做城市之光，照亮这城市中所有的黑暗角落。